記住辰時撞我，孔舌燦精，面短向衰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趁早就冇發禍，我就精盡人亡噶啦。咁大鑊！古人有句關於養生嘅俗語：辰食壯火，午泄殘精，命短陽衰。意思即係想告誡我哋唔好做辰食壯火、午泄殘精呢兩件事，唔係嘅話，身體嘅陽氣就會慢慢衰弱，壽命亦都會受到影響。咁到底呢兩件事係咩回事呢？你有冇做過呢？嗱，先嚟講下辰食壯火咯。咁呢個辰係指早晨嘅意思，壯即係大。所以呢個俗語嘅意思即係話晨早流流，唔好食一啲火氣大嘅食物，例如話打邊爐啊、大魚大肉、食海鮮，又或者係食一啲煎炸油膩嘅嘢。咁因為古人認為早上起床係身體陽氣最虛弱嘅時候，咁如果呢個時候再食一啲熱氣嘅嘢，就會造成陰陽波動劇烈，會令到陽氣損耗得更加快，就會影響身體健康啦。嗱，另一方面呢度嘅火指嘅係火氣，即係平時我哋講嘅起床氣。嗱，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嘅，一起身嘅時候就會覺得好攰啦。如果再俾人吹起床嘅話，可能就會發晒猛疹，好似食咗火藥咁，大動肝火，急躁。嗱，若然身體有呢一種壯火嘅人，長期落去就會縮短自己嘅壽命啦。因為火氣過盛，身體嘅平衡就會被打破。嗱，喺中醫亦都有種講法話，早起不能過猛，因為人喺早上起床嘅時候，仲係處於一種未鬆醒嘅狀態，氣血嘅運行仲係好平穩嘅。咁如果呢個時候起床太猛或者係太急嘅話，就會影響到身體健康啦。咁所以古人認為壯火係一種非常亢奮嘅病火，可以侵蝕人嘅精氣。嗱，精氣又係生命嘅根本喎。咁一旦冇咗精氣，病痛就自然會嚟啦。咁既然早上咁好火，就要識得克制下自己嘅脾氣咯。而喺飲食方面，除咗正話講嘅唔好食一啲熱氣嘢，飲食要清淡啲，仲要注意唔好飲凍水，因為一杯凍水飲落肚，就會對早上剛升發起身嘅陽氣造成衝擊或者係損害啦。就好似一把火，你一杯凍水淋落去，喳一聲。嗱，嗰一剎那係好爽，但係長期落去就會導致陽氣不足，可能容易感冒，又或者引發一啲腸胃嘅問題啦。咁唔知大家平時有冇早上飲凍水嘅習慣呢？有冇起床氣？有冇早上食一啲熱氣嘢嘅呢？咁午泄殘精又點解呢？中午就冇做咁多運動，要休息下。而午泄殘精嘅午指嘅係中午。嗱，中午係陽氣最旺盛、陰氣最衰落嘅時候，所以喺古代處決犯人都會揀喺午時3刻斬頭嘅。咁午泄殘精嘅意思即係話喺中午就唔好過度消耗人體內嘅精氣神啦，唔好做一啲劇烈嘅運動，更加就唔好過度縱慾，唔係嘅話就會導致精氣不足，加速損害人體內嘅陽氣。咁例如話喺歷史上有唔少帝王，雖然地位尊貴，但係根本就克制唔到自己嘅慾望。嗱，可能以前冇電視睇、冇手機玩嘅原因啦，無論夜晚定係中午都過度縱慾，咁長期冇節制咁生活就會影響到身體啦。咁例如話雍正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嗱，佢就唔係話因為過度縱慾嚇，而係因為太過勤力、太過勤政愛民啦。凌晨3點就開始起身向太后請安喎。咁請完安之後就開始上朝批閱奏摺啦。咁中午食完飯之後，基本上係冇休息嘅，就要同啲大臣傾下偈仔，又或者係陪仔女做下功課啦。嗱，勤力係好，但係就係因為佢太過勤力，唔識得勞日結合，在位13年就已經駕崩啦。當時得50歲左右咋。咁所以喺中午嘅時候一定要養精蓄銳，瞓翻個午覺，叉叉電。嗱，其實古時候嘅人都有瞓午覺嘅習慣嘅，例如話三國嘅曹操，佢雖然日理萬機，但係佢一定要瞓午覺，而且對午覺嘅要求係好高嘅，規定幾時瞓幾時醒。咁佢最中意就喺妾侍間房嗰度瞓午覺噶啦。有一次仲因為呢個妾侍冇及時叫醒佢，佢就將呢個妾侍當眾斬走啦。而對於現代人嚟講，午休係好重要嘅，瞓個午覺人都精神啲啦，係咪？但係午覺又唔好瞓咁耐喎，大概半個鐘好啦。因為如果瞓得太耐嘅話，只會越瞓越攰，仲會影響到晚上瞓覺嘅時間，咁樣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命短陽衰又點解呢？命仔凍過水㗎啦。咁至於命短陽衰，按照古人嘅講法係話，如果長期辰食壯火、午泄殘精，就會搞到陽氣不足、陽衰咯，自然命仔都短幾年啦，係咪？
所以古人講呢句俗語，其實無非係想話俾我哋聽，從早上起床，再到中午休息，再到夜晚瞓覺，其實都係有規律嘅，唔好逆向而行，唔係嘅話就會影響到身體啦。咁你認為呢句俗語有冇道理啦吓？咁可能有啲人覺得古人嘅養生之道未必適合依家現代人用，因為依家現代人嘅生活環境唔同咗啊嘛。但係早上克制自己度火，中午瞓翻個午覺嘅話，確實有利於健康喎。咁好啦，咁今期暫時講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辰食壯火、午泄殘精嘅不良習慣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評論區見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